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Martin Whitman 和 Martin Shubik 的攻守兼备、积极与保守的投资者。Martin Whitman 创办了第三大道价值基金，在长达数十年的实务操作中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资产组合，并长期在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价值投资实战课程。Martin Shubik 则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博弈论和数理经济学领域有着深厚的学术建树。攻守兼备、积极与保守的投资者这本书是一份纯粹的投资与公司财务分析指南，它打破了传统过度依赖利润表的财务分析框架，重新界定了普通投资者在市场中的真实地位。它把关注点拉回到公司真实的资产底线上，教导我们如何像真正的企业主或收购者那样，通过深度量化拆解财务数据，建立起一套依靠硬资产防守、依靠资本运作进攻的投资体系。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如何透过复杂的财务数据迷雾，建立起防守与进攻兼备的投资框架。打开任何一款股票软件，敲入一家公司的代码，屏幕上最显眼的数据通常是每股收益和市盈率。绝大多数参与交易的人每天都在盯着这些利润数据，猜测下个季度的盈利会涨还是会跌。这种习惯根深蒂固，但这套看重短期利润的方法存在极大的信息误导。这种误导的源头来自公认会计原则。这套准则是所有上市公司编制财务报表的强制规范。它的核心假设是持续经营，也就是默认这家公司会永远维持现状，一直靠当前的主营业务卖货或者提供服务来获取现金流。在这种假设下，会计准则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了公司这段时间内赚了多少流水上，也就是利润表。问题在于，利润表上算出来的盈利并不等于这家公司真实增加的财富。会计准则有大量的折旧和摊销规定，这会让账面利润和真实价值产生巨大偏离。比如，一家连锁酒店或者商业地产公司30年前在市中心核心地段买下了一栋写字楼，花费2000万。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这栋大楼每年都要计提折旧，从账面上扣除一部分价值作为当年的成本。30年过去，这栋大楼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账面价值已经被扣到了0。同时，因为每年都在扣减折旧成本，这家公司的利润表看起来非常平庸，每股收益常年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徘徊。盯着利润表看的人会认为这是一家毫无增长潜力、赚钱能力低下的平庸公司。但真实情况是，经过30年的城市发展，这栋位于市中心的写字楼市场实际交易价格已经涨到了3个亿。这3个亿的硬资产价值完全隐藏在了低迷的账面利润和陈旧的账面成本之下。如果这家公司现在把大楼卖掉，或者拿去银行做抵押贷款，能换回巨额的现金。但只要它不卖，会计准则就不会把这种资产升值体现在当期的利润表里。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差，掌握内部信息的控制人清楚公司底子有多厚，而在外面只看每股收益买卖股票的普通人，却会因为利润表不好看，把手里极其值钱的资产份额廉价卖掉。真实的财富积累就这样被会计账面的折旧数字掩盖了。既然利润表上的数字容易失真，我们就必须找到一个更硬核的标准来评估一家公司。这个防御的底线叫做财务健全 （Financial Integrity）， 就是不看你今年赚了多少，只看你手里有多少随时能变现的硬通货，以及短期内有没有还不上的债。一家具备财务健全特征的公司，资产负债表通常非常干净，它的账面上躺着大量的现金或者容易出售的短期投资，它的厂房、土地或者核心业务没有抵押给银行。更关键的是，它几乎没有那种1年内必须偿还的短期债务。这样的公司，它的生存完全不依赖外部的融资环境。
哪怕银行收紧贷款，哪怕股市大跌，它发不出新股，哪怕它的主营业务遇到周期低谷，连亏3年，它依然能靠自己账面上的老本活得很滋润。对比之下，很多利润表上看起来光鲜亮丽的高增长公司，往往是靠借新还旧的短期债务撑起来的。当行业处于上升期，他们的每股收益每年都在翻倍，市场给出极高的估值。但这种结构非常脆弱，一旦行业景气度下滑，或者银行贷款利率稍微上升，资金链立刻就会断裂。此时，过去的账面利润没有任何意义，公司只能被迫破产重组。财务健全改变了时间的作用方向。对于高负债的公司，时间是敌人，每一天都有利息在消耗它的现金，拖得越久死得越快。但对于财务健全的公司，时间是朋友，因为手里有粮，心里不慌，管理层不用为了应付下个月的债务去贱卖资产。当行业寒冬到来时，那些财务不健全的竞争对手会纷纷倒下，把市场份额让出来。而财务健全的公司不仅可以安稳过冬，还可以动用账面上的多余现金，用极其便宜的价格把破产对手的设备和客户资源买过来。等到行业回暖时，它的体量和赚钱能力会直接上一个大台阶。把目光从短期的利润波动移开，锚定在公司底层的财务健康度上，这是在复杂的商业博弈中活下来的第一步。明确了什么是一家底子厚的公司后，下一步就是买入价格的问题。这套动作被称为安全低价策略 （Safe and Cheap Strategy）， 也就是买入这只股票的价格必须远远低于这家公司真实净资产的价值。安全低价策略必须同时满足安全和低价这2个条件，缺一不可。先看安全，指的就是财务健全。如果一家公司有很多隐蔽资产，但同时欠了巨额债务，随时面临破产清算，那它无论卖多便宜都不能碰。因为一旦破产，债权人会拿走所有资产，股票持有者的权益会瞬间清零。所以第一遍筛选必须剔除所有带有较高短期负债的公司，只留下那些账面干净、没有生存危机的企业。再看低价，指的不是股价跌了多少，也不是指市盈率有多低，而是股价对比真实净资产的折扣率。在实战中，你需要重新核算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把账面上水分很大的商誉、无形资产全部扣除，把按历史成本计价，实际已经大幅升值的土地、房产和有价证券，按照当前的市场交易价重新估值，把调整后的真实总资产减去所有的负债，得出真实的净资产。如果一家公司经过这样严苛的挤水分后，算出来的真实净资产是每股30块钱，而现在的股票交易价格只有10块钱，这就达到了安全低价策略的买入门槛。你花10块钱买到了30块钱的资产，这个巨大的差价提供了充足的容错空间。哪怕你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判断全盘报错，哪怕管理层做出了一个错误的业务扩张决定，哪怕大盘整体向下走，这20块钱的资产差价也能保护你的本金不受实质性损害。最坏的情况下，公司现在立刻关门停止营业，把设备、大楼和库存全部折价变卖，还清所有债务后，分到你手里的现金也比你当初买股票花的那10块钱要多。买入并持有这类资产底座扎实、价格打折的股票，本身就是一种极好的防御。按照公认会计原则的强制要求，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必须基于持续经营的前提来编制。在这个前提下，报表默认企业会一直维持现状，靠现有的主营业务运作下去。因此，评估一家制造鞋子的公司，报表引导的计算方式仅仅是它每年卖鞋能产生多少利润。这种固定的财报编制规则遮蔽了商业世界中其他的财富来源。比如，一家拥有50家分店的传统百货公司，
过去10年的服装和家电销售额一直停滞不前。每年扣除员工工资、水电费和商品采购成本后，留在利润表上的净利润只有区几百万美元。按照持续经营的视角，证券分析师会认为这是一家处于衰退期的平庸企业。他们会拿着几百万美元的微薄利润，乘以一个很低的市盈率倍数，给这家公司定出一个极低的市场总估值，比如4000万美元。在这个4000万美元的估值定价中，分析师只计算了百货公司卖货的能力。真实的商业图景往往和利润表呈现的状态存在巨大偏差。这家百货公司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买下了这50家门店所在的土地和建筑产权。经过几十年的城市扩张，这些门店如今全部位于各个城市的核心商业区。根据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实际交易价格，这50处商业地产的变现价值已经超过了3个亿美元。但是，只要这家百货公司还在继续卖衣服，会计准则就不允许把这3个亿的房地产升值写进当期的利润表里。股票市场上的大部分交易者每天都在为这家公司这个季度衬衫销量下降了1万件而抛售股票，把公司的市值砸到4000万美元以下。他们默认这家公司永远只能靠卖衬衫生存。而那些买入这只股票的投资者，用不到4000万美元的价格，获得了价值3个亿美元的核心商业地产的实际所有权。只要跳出持续经营的刻板设定，去审视企业真实拥有的硬资产，就能在市场上找到这种标价远低于实际价值的商业实体。企业创造财富的路径从来不止一条，除了老老实实做主营业务卖货之外，公司还可以通过对自身拥有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来为股东获取现金。这种不依赖日常经营利润，而是通过资本运作来释放资产价值的方式，被称为资源转换 （resource conversion）。资源转换的常见动作包括兼并收购、分拆上市、变卖闲置资产以及股票回购。当一家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远低于其真实资产价值时，资源转换往往能爆发出比主营业务增长大得多的威力。Teladan 创始人 Henry Singleton 的实战操作展示了资源转换的实际运作过程。在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股市熊市中，股票市场整体低迷， Teladan 的股价大幅度缩水，市场报价远远低于公司实际持有的资产价值和现金储备。面对这种状况， Henry Singleton 没有选择拿着账面上的现金去建新的工厂，也没有去扩大生产规模来拼凑利润表上的营业收入，而是动用公司账面上多余的现金，在公开市场上大量买入自家公司的股票，并将其注销。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假设一家公司原本发行在外的总股本是100股，你手里持有其中的10股，你对这家公司的所有权占比是 10%。 现在公司管理层认为股价太便宜了，动用公司自己的现金从市场上买回了50股并注销掉。此时公司发行在外的总股本只剩下50股，你手里依然拿着那10股，1股都没卖，但你对这家公司的所有权占比自动从 10% 上升到了 20%。 你没有额外掏1分钱，你在公司总资产和未来总利润中所占的份额翻了1倍。在长达10几年里， Henry Singleton 持续进行这种回购操作，累计买回并注销了公司绝大部分的流通股。在这段时间内， Teladan 主营业务的利润并没有出现指数级的爆发。 Henry Singleton 仅依靠回购注销这套资源转换的动作，就让分摊到每一股上的资产净值大幅上涨，股东手里拿的股票也自然变得更值钱了。一家公司拥有值钱的资产，同时股价又很便宜，这并不意味着投资者买入后就能立刻赚到钱。从资产被低估到管理层实施资源转换把隐藏的价值变现，中间存在一个巨大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可能是2年，也可能是5年。在这个漫长的等待期里，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公司的财务状况。如果一家公司在坐拥大量隐蔽资产的同时，背负着沉重的银行债务，那么时间就是它的催命符。银行的贷款是有期限的，每个月都需要支付固定利息。当债务集中到期时，如果公司的账面现金不够还款，他就没有资格去慢慢等待房地产升值，也没有资格去挑剔收购方的报价。为了避免破产，管理层只能把核心商业地产或者优质的业务部门以一个极低的价格甩卖给竞争对手。资产在这个过程中确实被转换了，但转换得来的现金全部用来填补了债务窟窿，持有股票的普通股东拿不到任何回报。只有在公司具备财务健全的前提下，时间才会站在股东这一边。当一家公司账面上躺着充足的现金，且没有任何短期内需要偿还的债务时，它就拥有了无限的等待资本。没有银行会在背后催债，管理层可以心平气和地经营现有的业务。哪怕主营业务遇到周期性的低谷，几年内都不怎么赚钱，公司的生存也不会受到任何威胁。这种没有债务压力的状态，保证了资源转换动作可以在对股东最有利的时机展开。管理层可以花3年的时间，在市场上寻找出价最高的买家，把当年低价买入的土地分批出售，或者在股市极度低迷、自家股票最便宜的时候，从容地动用账面现金去进行注销回购。买入没有债务、价格被打折的公司，剩下的就是等待。等到管理层真的把地卖了，把股票注销了，之前藏在账面上的差价自然就变成了账户里的实际收益。要将资产底线和资本运作的选股标准落实到真实的交易账户里，第一步是认清自己在这个市场里的真实身份。这就是少数权益外部消极投资者 outside passive minority investor。 只要你没有进入一家公司的董事会，不能决定公司发多少股息，也不能随时罢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管你手里拿着100股还是100万股，你都属于这个群体。股票市场里存在2套平行的游戏规则，一套属于控股股东或者企业收购方，另一套属于外部的普通投资人。像华尔街并购专家 Carl Icahn 决定收购一家制造企业时，他的团队可以直接进入对方的办公室，查阅未经审计的内部往来账目，实地清点仓库里的每一件库存，并评估每一台机器的成色。他们掌握的是第一手的内部真实数据。在完成控股收购之后，他们可以随意处置这家公司的资产。如果发现公司总部的大楼很值钱，第2天就可以把大楼卖掉套现。如果发现某个业务部门不赚钱，马上就能把它裁撤掉。作为少数权益外部消极投资者，我们不具备这样的信息优势和行动权利，我们只能依赖公司对外公布的财务报表，而这些报表通常存在几个月的滞后，并且经过了公认会计原则的粉饰。即便我们在报表中发现这家公司拥有价值连城的隐蔽资产，我们也无权强迫管理层去变卖资产或者发放特别分红。如果管理层决定把账面上的现金用来购买豪华的公务机，或者投入到一个连年亏损的新项目里，外部股东除了在股东大会上投出无效的反对票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反制手段。正是因为处于这种信息弱势和控制力弱势的地位，外部投资者不能套用控股股东的视角去买卖股票。控股股东可以花高价买下一家公司，因为他们能通过重组业务把钱赚回来。外部投资者只能被动等待。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保障本金安全的唯一防线就是财务健全。只要公司没有短期债务催款的压力，管理层就不会被逼迫去贱卖那些值钱的资产，外部股东才有可能熬到资源转换发生的那一天。认清自己无法干涉公司运营的现实，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筛选没有负债、资产价格打折的标的上面。由于外部投资者在信息获取和对公司的控制上存在先天不足，
追求理论上的收益最大化，往往会在实际操作中增加极高的成本。应对这种不完美状态的策略被称为够好原则 The Good Enough Principle。 在学术界的金融模型里，研究人员习惯假设投资者拥有全部的市场信息，并且不需要支付交易手续费和税款。在那种假设下，投资者可以通过复杂的公式推算出每一只股票精确的内在价值，然后买入预期收益率最高的那一个。回到真实的交易市场，获取准确的信息需要付出高昂的资金和时间成本。你要弄清楚一家分布在10几个国家的跨国企业，其名下所有的土地、厂房、设备和子公司的具体变现价值，需要耗费数月的时间去查阅各地的注册文件，咨询律师和税务专家。当你花了几十万美元的调研费用，终于把这家公司的真实净资产从每股20美元精确推算到20.5美元时，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可能早就涨上去了。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精力早已抵消了那一点点精确度带来的收益。够好原则要求放弃对精确数值的执念。如果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 Penn Central 的股票在市场上只卖8美元，而通过简单的资产负债表拆解，你一眼就能看出它账面上的现金、容易变现的短期债券和核心房产加起来，扣除掉所有负债后，每股至少价值20美元。这个时候，它到底值20美元还是25美元已经不重要了。8美元的买入价对比20美元的保底资产，提供了一个极其宽阔的容错边界。只要跨过了这个足够好的门槛，就可以跳过繁琐的细节确认，执行买入。在卖出股票的时候也是同样思路。当这家公司的管理层实施了资产分拆，股价从8美元涨到了18美元。此时距离你粗略估算的20美元净资产还有2美元的空间。按照利益最大化，你应该继续持有，直到榨干最后2美元的利润。但在真实的商业环境里，等待股价到达理论顶峰的时间是不确定的。以18美元的价格卖出，收回的资金可以立刻投入到下一个标价只要8美元，净资产同样是20美元的新目标中，用确定的账面收益去置换下一个折扣更大的机会。将这套从财务数据拆解到应对市场心态的动作组合起来，普通投资者可以在市场中建立起一套仅仅依赖对现有资产和公开报价的对比的买入策略。第一步是扫描市场上的冷门区域，筛选的目光会集中在1980年代的区域性银行，或者由于宏观经济不景气而遭到市场整体抛售的工业制造公司。拿到这些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后，首先要检查的就是短期债务的比例。任何1年内需要偿还大量贷款，且账面现金不足以覆盖负债的公司，无论它的新业务规划多么吸引人，都会被剔除。这是确保这笔资金具备财务健全的防守底座。第二步是对留下的公司进行资产重新估值，翻阅报表附注，找出那些按照几十年前的历史成本计价的土地、房产以及在其他上市公司的持股，按照当下的市场实际交易价格，把这些隐蔽资产的价值加回到净资产里，同时剔除掉商誉这种在清算时没有实际购买力的虚幻资产。计算出一个相对保守的真实资产总额后，减去公司所有的账面负债。第三步是执行安全低价策略，把计算出来的每股真实资产价值与当前的股票交易价格进行对比。当股票价格只有真实净资产的1/3或者1半时，这就是一个符合要求的买入位置。在按下买入键的那一刻，作为少数权益外部消极投资者，我们接受自己无法干预公司日常运营的现实。我们买入的不是公司下个季度会卖出更多产品的销售预期，而是买入了一份价格被打了1折的硬资产提货单。最后是等待资源转换事件的发生。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每天去盯盘，
当几个月或者几年后，这家公司像 Sears 一样宣布出售一块闲置了10几年的商业用地，或者宣布把一个非核心的业务部门剥离上市，隐藏在资产负债表里的财富就会转化为真实的账面现金。市场对这家公司的定价会迅速向上修正。当股价上涨到接近资产真实价值，达到了够好的收益目标时，清仓卖出，把收回的资金投入到下一张资产负债表的拆解中。攻守兼备，积极与保守的投资者是一本教你如何算清公司真实家底的账本。他把参与交易的人从猜测下个季度利润涨跌的游戏中拉出来，把视线转移到公司最实在的资产负债表上。当你在股市里买下整个公司的花费，甚至比你自己去市中心盖一栋写字楼、买几条生产线还要便宜得多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把手里的现金换成这些被打折出售的现成硬资产。只要确认这家公司账面上没有马上要还的短期债务，你就可以买入并耐心等待。即使你无法干预管理层的日常决定，你也可以静静等待他们去变卖闲置土地、拆分业务或者回购股票来换取现金。当股票价格涨到了那个够好的卖出价，清仓套现，拿着钱去寻找下一个便宜的资产。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